有没有看过一种人，明明一直犯错，但还振振有词，然后问你，那你觉得我还有救吗？这种人不是在你公司，就是在你家，或者在你自己身上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群人，超会演，超会理直气壮地问神问题，但神直接回他们一句，你们这副德性还想来问我？以西结书20章27到32节，我们来看一段史上最直白的神吐槽。27节，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，你们的列祖在得罪我的事上亵渎我。神说得很清楚，这不是第一次，也不是一代的事，这是代代相传的偶像遗产。就像你家的老食谱一样，从奶奶传到妈妈，这群人也把偶像崇拜当成传家宝。28节，我领他们到了我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，他们看见各高山各茂密树，就在那里献祭，也在那里焚烧馨香的祭牲。翻成白话，神，我好不容易把你们从奴隶中救出来，给你们一个应许之地，结果你们一进门就开始办偶像趴。茂密树下，高岗上，都是当时外邦人拜偶像的打卡热点。他们不是不敬拜，他们只是把敬拜搞成了外来混搭风。神，我是耶和华，他们，我们也敬，但我们还有备案。30节，你们仍然照你们列祖所行的玷污自己吗？仍照他们可憎的事行邪淫吗？神根本是在说，你们是不是看我太好骗？你们祖宗怎么搞，你们就照样抄。31节，你们奉上供物，使你们儿子惊火，我岂被你们求问吗？我必不被你们求问。哇，这不是只烧香而已，这是把亲生孩子献祭给偶像的恐怖行为。神直接问他们，你们这样做还想来问我方向？这就像一个男生在外面劈腿乱花钱，然后回家问妈妈，妈，我该娶哪个比较适合？妈直接打爆他的头，你有脸问我这种事？32节，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宗族一样，去侍奉木头与石头，你们所起的这心意万不能成就。等一下，这群人居然说，我们不如放弃当神的子民了，我们要融入世界，拜石头拜木头也 OK。 神的反应是，你想都别想， Not gonna happen。 他说，你想抹掉我的记号，你以为我会让你成功当假外邦人？没门。其实拜偶像在神看来不是信错，而是背叛，不是信错 App， 是把神整个封锁删除，改追踪诈骗账号。神不是不想被求问，是他看到这群人嘴上问神，行动却拜假神，整个矛盾到极点。这段经文在讲的不是古人多可恶，而是提醒我们，你可以犯错，但不能故意拜错，还假装自己爱神。你可以迷路，但不能把错的路当导航，还怪神没祝福。结语，神不要虚假的亲近，他要真实的转向。以西结书20章27到32节是一段令人反思的经文。神不是一位易怒的老大爷，而是一位被背叛过千百次却还愿意说话的父亲。他说，你来问我，那你先别再拜假神了好吗？不然这就像你一边打开 Google Map 导航，一边自己乱转，还怪导航没用。
问题不是导航，是你根本没打算照着走。